干什么？看清楚，我们的照片，我现在只要一按这里呀，你老婆就会收到照片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敢这么做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看我敢不敢？拿过来。我不是我发的，我没有发，我刚才就是吓唬你，我没有发，鲁大哥。小艾，这事情做得够绝，我算你狠。现在我们两清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婚姻是保不住了，但是我死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，一鸣？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就是刚才有个人发一个笑话给我，我觉得挺好笑的。谢谢你啊，张闯，要不你送我回家吧？真的很感谢你，给了我面对一切的勇气。不用感谢我，说了咱们俩是朋友嘛，有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，随叫随到。走吧。好，走。哎，一鸣，怎么了？等等我，你没事吧？我赢了，小艾，咱俩打赌，我赢了。你看，张闯果然乖乖的送我老婆回家了，他还敢扶着我老婆。我猜到了，我老婆看到照片肯定觉得难受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了。陆大哥，如果你这么伤心难过，就直接上去打他一顿呀，解解气也行啊。我陪着你一起打他。苗苗刚刚看到照片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？你给我帮帮，不就是想让苗苗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在他的心口上扎上一刀？我完了，我的家完了，我无家可归了。小艾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就算苗苗不肯离，我也没脸再去见他。陆大哥，起来，解解酒，慢点儿。慢点儿。我醒了，我走了。你醉成这样怎么走啊？我真希望就这么一醉不醒啊！你睡卧室，我睡客厅，好不好啊？让开！我不让。小艾，你让不让开？你要是再不让开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，直接摔到地上，再也不用这么煎熬了。好，我求你不要这么吓我，我让你走行不行？
你瘦了。你也是。每次你在外面工作，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，你一回到家就会缓过来了。现在说这些，就像在打悲情牌一样。真没想到，我对你的关心，原来就只是一副牌啊！苗苗，相信我，这件事对咱们来说谁都不好受，干脆长痛不如短痛。陆达，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了吗？还有我们这10年的婚姻，10几年的感情，你就一点都不留恋吗？我当然也舍不得。你和小爱的亲密照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是他发给我的。对不起，苗苗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有别人了，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难受，我根本就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苗苗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想让你内疚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失去这个家，比我接受这一切都要痛苦，都要难受。来不及了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。10年间，我们的婚姻累积了太多的问题，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。怎么不能解决呀？你告诉我怎么不能解决？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跟我说呀，我都能改，都能改，你听到了吗？因为也许我们的婚姻从根本上就是错的。行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10年前不跟我这么说，你这根本就是借口，不是理由。你已经不爱我了，你已经变心了。10年前跟你说的话，你会选择张闯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来得及。现在张闯是个钻石王老五，而且他还对你一往情深。我对张闯什么态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根本就是借口。借口也好，理由也罢，苗苗，失去我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一种损失，而是一种自由，是一种解脱。你没有资格猜测我什么感受。需要解脱的不是我，需要自由的也不是我。那就别猜了吧，放手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你也可以走了。芝麻和西瓜的道理呢，我也不想说了。你要想好了啊，不要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你们指手画脚这样那样的，你们是我吗？你们知道我的难处和苦衷吗？你有什么苦衷，可以跟我们说啊，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现在另结新欢，正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们出去吧，让我安静一下。都是你自己找的。牛哥，走。只觉得我自己挺幸福的，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再苦再累我都值得。但是真的没想到，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所有的美好都被击碎了，所有对未来的设想也都不复存在。
谁呀？陆大哥，是我。陆大哥，我带了一些吃的来看你。谢谢，我不饿。不饿吃着玩呗，缓解压力。陆大哥，我这一来，你心里就直打鼓吧？我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呀？自从上一次你跟我说准备离婚，然后你老婆也答应了之后，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怎么又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呢？你这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呀？明天就去好不好？我陪着你。跟我说的就是这些吗？是。张闯，谢谢你。柯一苗，我想让你回答我。我不愿意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小爱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些事，我们该好好谈谈，心平气和的谈谈。谈。发生那样的事儿，我心里一直很内疚，不单是对我的家庭，对你也是，让你心里造成了阴影。我很抱歉。接下来是要说但是了是吧？我有家庭，不只是老婆，还有老母亲跟孩子。就算是我老婆答应了离婚，那老母亲跟孩子该怎么办？我们俩养着。问题是他们会同意吗？换句话说，他们能接受你吗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算我娶了你，我也不能保证一定会给你幸福。我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幸福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感激。但你这么年轻漂亮，你可以找到更优秀的男孩子。是。所以你就没有必要离婚了是吗？所以接下来要开始跟我谈补偿是吗？陆达，你不会觉得你很可笑吗？谈来谈去又回到原点，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就是那句话，离婚，娶我，明天就去离婚。小爱，你这是在逼我。是你在逼我。我们都再冷静一段时间好吗？看清楚，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如果你不离婚的话，小爱，你冷静一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这么说，你同意离婚了是吗？小爱，陆达，你这个懦夫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好，你不是说我是懦夫吗？我这次就不做懦夫了，明确告诉你，民政局不去，婚不离了。好。你干什么，小爱？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小爱！医生，他不会有事吧？他没事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还需要给患者洗胃。好。陆大哥，你现在相信我是真的爱你了吧？小爱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由命换来的信任啊，值。请坐。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已经等候了很长时间了。不坐，把该说的话说完我就走。我以为你是来找我打架的。看来你很有自知之明啊。换句话说，心里有鬼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很会趁人之危。我这里跟苗苗一闹离婚，你立马频频出现，约着苗苗又是吃饭又是喝茶的。是你给我的机会，我警告过你。这么说，全部的错都在我？那你说错在谁？是在我还是柯一苗？好，
我是犯了很多错，但是我不想跟苗苗离婚。可你这么做了，小爱3天前吃了1把安眠药，刚刚才出院。是被你逼的吧？你是不是也想逼得柯一苗犯类似的错误？我了解他，他不会这么做。人家吃柿子都拿软的你倒好，你倒反过来了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小爱因为我出什么事，我更不想3个人一起痛苦。明天一早，我跟苗苗就要去民政局办手续了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并不关心。明天一早，我要跟秀秀到美国去出差。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了吗？不是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跟柯一苗离婚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你是除了我之外最爱苗苗的那个，所以你说错了，不是除了你之外，是我爱柯一苗，甚至超过了你。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我已经正式的向一苗求婚了。我想请求她，等你们离婚之后马上嫁给我。不过她拒绝了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，你明天还会跟柯一苗离婚吗？张闯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好好照顾柯一苗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还怕他变卦不来呢。听说啊，好多女的都这样，说好了要离婚的，要办手续的时候啊，又耍赖。柯一苗要是那种会耍赖的女人，就真没你什么事儿了。陆大哥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是不是又不想离婚了？喂，我们都约定好时间的，已经晚了5分钟了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喂，喂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提醒的？喂，我说我再等你10分钟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走了。你在吗？在。那你还来吗？我们就在民政局对面，马上就来。行吧，10分钟，我等你。陆大哥，我在车上等你，你快去快回。
我要为我们的家再努力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医生说，第一关已经过了，但是能不能活下来还不知道。就算能活下来，也是植物人，或是终身瘫痪。现在几点了？快5点了，要下班了，我回家一趟。苗，你就别回去了，让秀秀帮你照顾你婆婆和小鱼儿。秀秀，她出差去美国了，而且她也不知道今天我要办手续。那要不然打电话叫她回来吧。这么远，她也赶不回来的。你们帮我在这看着吧，我不能让妈和小鱼儿知道，我得回去安排一下。可是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她不能死，我也不会让她死的。好吧，让我送你回去。你放心吧，这有我呢。笑笑，借我一支口红吧。笑笑，你看我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只要你能不哭出来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蒙混过关的。只要他还活着，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掉。那你上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下来。哎，我来。等一下，让我自己来。我如果连车门都开不了的话，我怎么去开家里的门？我怎么有勇气去面对一切？我
可以。你看，我行的，上去了。苗苗回来了。妈妈，妈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啊，我让那个钟点工专门为你做的。坐，把包放下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今儿就多吃点儿。多吃。你怎么自个儿回来了？鲁达呢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担心。放心好了，我跟鲁达决定不离婚了。真的？虽然只是暂时的取消，但是呢，也是个好的开始。还暂时啊？其实今天呢，我们是打算离婚的，但是到了办手续的地方，我们又有点后悔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打算给自己一个考验。是得考验考验，这怎么个考验法呢？我们决定出去旅行一趟。如果要是这次旅行还能找回以前的感觉，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家还没有垮。当然不能真的垮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既然你们都不反对的话呢，那我就安心的出去了啊。妈，那我今天啊就打电话给钟点工，问他看看能不能做个长期的，就住在这儿好了。小鱼儿，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，一定要多多照顾奶奶啊，要提醒奶奶要多做康复的锻炼。这个姑姑呀在外面出差呢，很快就回来陪你们了。妈，小鱼儿在家，您就尽管放心吧。咱们的小鱼儿啊，是世界上最乖、最听话的孙女儿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倒是对。可是鲁达这小子，他好歹得回来给我照个面儿，不是吗？哼，怕我们笑话他呗。还是咱们小鱼儿最懂爸爸了，是不是？小鱼儿，你回屋待会儿，我跟妈妈说点事儿。哦，真乖，你可是个不会撒谎的孩子。你跟妈说，你们俩真的没离？哦，我们真的没离。你没哄我？我发誓，真的没离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可我还是有点不踏实。在这件事上，你是受了大委屈的。可是咱做女人呐，受多大的委屈？只要咱这个家还在，都值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您说的对，只要家还在，什么都值。你说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妈，那您呀和小鱼儿就安安心心的等着我带鲁达回来吧。啊，吃饭。好，好好玩哦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奶奶的。好。
苗，你认为你可以，其实啊，你比你自己认为的还要可以，因为我有这个家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不行啊，苗，我要陪着你，你又不是铁打的。反正我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还多着呢。他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，都这么耗下去，会撑不住的。是啊，小柯说的对，我们轮流照顾，这样才有效率。那好吧，那我回去了。你有任何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，任何时间都可以，知道吗？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们打的。照顾好自己啊。这是你丈夫的随身物品。谢谢。对了，护士，他在里面还好吧？他能从这儿转到普通病房，那算是很好了。谢谢。老婆，我想明白了。老婆，我到门口了，我还能……老婆，我还知不动你了啊！我在这个家是老大，你不知道啊！你这孩子，你要气死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你奶奶呀，非让我带她去找你爸爸，怎么说都不听。奶奶，你想上哪儿去找爸爸呀？到你爸爸的公司。妈妈和爸爸一起去旅游啦。有旅游10几天不给奶奶打电话的吗？啊？妈妈打电话了呀。小鱼儿姐姐，跟我一起玩吧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哎呦，哎，大兄弟，你来的太好了。是大豆这孩子让我带他来找姐姐玩。你呀，帮我一个忙。怎么？你丈夫虽然离开重症监护，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。从各项检查来看，损伤最严重的还是脑部神经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明白吗？我从第一天就知道了。要不就是植物人，要不然就是终身瘫痪。对于一个女人，这意味着经济上的无底洞，以及一个名义上的丈夫。谢谢您的提醒，我都明白。再给你丈夫做个核磁共振，希望接下来几天会有所改善吧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做检查吗？什么事？柯一苗，好久不见。朱丽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家闲得无聊，想找点事情做，正好医院现在在招人，就被安排过来了。鲁达这是怎么了？车祸。真没想到。妈妈，小鱼儿，谁让你来的？赶紧走，赶紧回去啊！爸爸，大子，爸爸，妈，我哪儿啊？您别担心，别担心，鲁达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爷爷。
谁也不是。走，跟爷爷回家。大子啊！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烈火，快帮忙！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中风了，快去急诊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！喂，哎，老牛啊，现在鲁达跟他妈妈情况怎么样啊？阿达还是老样子，伯母倒是好多了。多亏当时在医院里，脑溢血复发，抢救及时，要不然还真有生命危险。今天上午去看过他了，他已经能说话了。可他呀，非要我带他去看他儿子。他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都是他儿子惹的祸。他倒好，舒舒服服的躺在那里。现在倒霉的是柯一苗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这么难听！这阿达要是听见了，非气得从病床上跳起来不可。哼，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呢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聊天了，我还是去医院了啊。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嘿，我的天哪！你吓了我一大跳，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？刚来，看你打电话呢，我也不敢打扰啊。嗯，挺好啊，继续发扬你的优良作风。我现在没空理你，正忙着呢。不是，小姐姐，我这会儿非得打扰你不可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作为客户，你得去跟我验收。什么呀？你的窝呀，我给你弄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。这么快啊？这还算快啊？对不起，我最近特别忙，都要忙疯了。哎，跟你说句实话啊，要是你今天不出现的话，我都快忘了你这个人了。你忘了我没关系，我还记得有你这小姐姐就行。你这赖皮劲儿还真像个小孩儿。你先看一下我给你弄的窝，你就知道小孩也能干大事了。我现在倒是挺想去看看你帮我造的那什么窝的，但是不行，我现在没空，要赶快去医院。去医院啊？走，我陪你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来，麻烦你了，15层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已经快出院了吧？啊，快了。哎，那你还恢复的挺好的啊。啊，对我这情况恢复算快的了。行，恢复了就好。是。哎，你这儿怎么样？哎，也没事吧？不错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老公这周的治疗费收据交给你们了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麻烦12层。啊，谢谢啊。好的。12楼是脑内科吧？啊，是。那我刚刚看你去脑外科呀。我老公在那儿。那脑内科是谁呀？婆婆在。2个呀，病的都不重吧？都不轻。哎呀，这2个可够你受的了。反正活着就好，受的是。来，好看。妈，您不都答应我了吗？您好好养病，等您能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楼上看看鲁达，好不好？我才不想看他。行，那咱们就等小鱼儿考完试之后来看您，好不好？让孩子好好读书，别没事老往医院跑。妈，您这是担心自己的病吧？您看您以前病得比现在还严重呢，不是都恢复得挺好的吗？苗儿，妈在想啊，咋什么事儿它都落在你头上了呢？妈，妈看你这么一天一天的煎熬，哪一天是个头啊？鲁达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醒过来。我现在又是这么半死不活的，小鱼儿他还那么小，这都是鲁达造的孽呀！你说
也是有爸爸妈妈的人，他们要知道你现在过成这样，心里有多难受啊，多心疼啊！我要知道有今天，我当时就不该阻止你们离婚。要是离了婚，我们就不会这样，就不至于这样拖累你了呀，孩子，可怜的孩子啊！妈，您别这么说。你想想啊，要是我真的跟鲁达离婚了，那你说他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能不管吗？所以啊，这些呢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跟鲁达做错什么事没有关系，跟你们做了什么呀，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妈，您听我的，您就好好的把这病养好了。等你病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就多了一个帮手来照顾鲁达，然后等鲁达一天天好起来了，然后咱们一家开开心心的，这家还在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了，妈，别哭了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哎，妈，陈会计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鲁达公司出什么事了？嫂子，说真的，这个时候我真不想给你带来这样的坏消息。可是，坏消息来了，挡也挡不住，你说是吧？你说来办事儿，这来了你也不说是什么。苗，你怎么了？坐在这里，出什么事了？你陪我坐一会儿吧。常说，压死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，我还觉得挺可笑的。你说，那么壮的骆驼，怎么会被一根稻草给压死？但是没有想到事情真的会发生。刚刚，鲁达公司的会计过来了，告诉我，公司破产了。破产了？说破产都是轻的，不仅从公司拿不到1分钱，我们还欠了几10万的债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之前我们跟鲁达吃饭，他不都说挺好的吗？对，鲁达是个要面子的人，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，他能撑到现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他现在都说不了话了，我不替他说，谁替他说？哎，苗，你先别着急啊，现在2个人每天的治疗费得好几千吧？前段时间要好几万，这段时间稍微降下来一点，但怎么说也得7、8千吧。那你手头上还有多少？已经没多少了，最多还能撑完这1周吧。我们先放下别的事情不管，治疗费这是不能拖的。那这样，我跟老牛先凑一凑，虽然不是长久之计，但也是个办法。我本来以为已经够糟糕了，没想到还有更糟糕的，什么时候是个？先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这样，我马上给老牛打电话啊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能不能插句话？这个是小安帮我装修房子的。我现在不光是她的设计师啊，我还是她男朋友。哎，咱们的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分清主次，合理调度，还有系统安排。现在呢，咱们把各方面的信息啊都归拢一下。首先呢，科几家的积蓄还能支持医院1星期的费用，不过医院方面已经表过态了。其实现在2位病人的病情啊，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，
也就是说，在家治跟在医院治的效果啊差不多，但是费用啊差别可就大了。其次呢，公司方面会计估算的负债额度啊大概在个70万左右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关闭公司还清这笔钱，那外部的压力啊也自然就消失了。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70万从哪儿来？柯姐，你们家的房子呢，我请人估算了一下，市值呢应该在个120万左右，这其中70万就可以拿来还清这笔欠款，那剩下还有50万。我建议啊，拿出10万块钱来，作为小鱼儿的教育费用，这起码可以保证小鱼儿考上大学不成问题。剩下的这40万呢，作为2位病人的康复费用，就目前来说呢，住院治疗的标准啊，咱这钱只能够2年。不过咱们要是把病人们接入家中治疗的话，最少可以支撑5年，当然这5年当中啊还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到时候啊咱们再按照具体的变化把这些计划呢加以调整，好吧？对了，柯姐，我知道你还有个疑问，就是说你们家把这房子卖了之后，你们家人住哪儿？关于这点呢，肖小姐已经授权我发布以下的信息，就是在柯姐家困难解决之前，这房子还是柯姐的。只不过柯姐啊，当时啊我给潇潇装修的时候，她还给我提了一个要求，她说她不要一个家，她非要一窝。那现在你看，我就给她装了一个窝，也只能请你们一家人啊暂时勉强凑合一下，也算是风雨飘摇的时候暂时栖息的一个窝吧。等风雨平息之后，我再帮你们一家人设计一个更温暖、更温馨的家。原来我答应过潇潇，只要鲁达还活着，我就一滴眼泪都不会掉。现在看来，我食言了。我想收回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。什么话呀？说过那么多话。以前我说过，不会有任何人比我对你更好、更有耐心。干嘛？你现在想耍赖了？不管我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以前我敢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有这个自信，全世界独我一份儿。现在这个人出现了，我要是再不收回这句话，把你交给他的话，那我就是太愚蠢、太自私了。小小，有这么一个人不容易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来了吗？我怎么不确定啊？我没这个信心。在爱情面前，信心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最重要？哎呀，而且我现在有点害怕，也许是我没办法再放肆的去爱了吧。怕什么呀？是不是因为我老了呀？要不然为什么不敢？也许吧。小小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瞎折腾了啊！谁瞎折腾啊？哎，你真的打算扔下我不管啦？你还想赖着我，赖我一辈子啊？哎呦，我说姑奶奶，给我条活路行吗？让那个该管你的人来管你啊！走了。我知道你有点害怕，是吗？不是有点儿，是非常。就是因为害怕，人们才想抱在一起，然后2个人就都不再害怕。你觉得呢？能抱多久？也许明天会有人遭遇不幸，也许今晚地球就会爆炸，也许留给我们的时间直到下一秒。可我要抱着你，在眼前的这一秒，紧紧地抱着你，
觉得女人不可靠，硬要找李家男丁出面。关键时刻，平时不懂礼数的如萍此刻也发挥了大作用。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，是劳资双方共同商量如何上访。你们如此无理取闹，是达不成共识的。我想这个结果也不是你们想要的吧。事后，巧芳声泪俱下说起她自己的身世。原来巧芳从小就是李家的童养媳，只因父母，没想到婆婆却凶神恶煞的走了进来。保姆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背着我们家燕城偷人，将我们傅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傅家帮了你们盛家那么多，你居然敢跟……也是在矿难中丧生。接着诉说世林这些年对待员工的态度，一席话成功让大家共情，被他真诚的发言打动，最终同意等李府赶回来。就在第二天，父亲从日本赶来，看见儿子如此惨状，激得心绞痛复发，但他还是强忍着病痛去解决遇难者的赔偿问题。待父亲走后，玉莲和巧芳赶来医院，两个女人声情并茂地在世林床前诉说着曾经，或许是他在人间还有债要还。片刻过后，竟然醒了过来。刚处理完赔偿的李母接到电话，世林醒了，他们立马赶了过来，看到玉莲也在，得知唤醒世林他也有功。李父此刻羞愧不已，当年玉莲不仅救了他，现在还唤醒了他儿子，不知道他心中是否后悔当年对他做过的事。女婿接好看丈母娘回家，谁料半路女婿竟然动了歪心思，故意装作爆胎，把车停在路边。面对丈母娘的询问，他没有回应，直接知道副总有钱，不过我不需要，昨天晚上就当做各取所需了。可没想到一个电话让盛棉知道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此时的盛棉尚不知晓，此乃她婆婆精心所设置陷阱，而危险亦一步步朝她逼近。果不其然，婆婆竟将她骗至一处僻远之地。可就在她察觉有些异样之时，却以为时已晚。突然一人出现，将她迷晕过去。待她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然被五花大绑地捆缚起来。就在她大声呼救并试图挣脱束缚时，是您让我送过去的。唯恐家里不乱的于妈立马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识大体的玉莲下跪强行认错，依然阻止不了无赖般的他。于爸也是知道他老婆的性子，索性把一旁的收音机开到最大声，试图阻止。吓死人了！你们干什么呀你？云大矿公司发生矿井塌方，总经理李世林和27名矿工受困，目前还在抢救当中，尚未有人被营救出来。这让于爸找到突破口，以同学朋友为名，立马催促小夫妻俩去看望。当他们赶到后，巧芳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，一是被埋家属，这是我见过最恶毒的婆婆。为了把儿媳休了，竟让她去前男友家送不了。原来婆婆是嫌弃她婚前就有了前男友的孩子，玉莲无奈只好听从安排。等到儿子回来，亲妈立马开始她的演技。妈，您找什么呀？我找一块布料啊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原因，福晋门故意表示定然是皇太极，也希望纯福晋可以早日生下儿子。再也受不得屈辱的哲哲黯然的离开了。科尔沁部落长得知妹妹又生了个女孩，也很忧心，因为哲哲身上背负的是整个科尔沁的未来。对不起哥哥，都怪我生不了儿子。此事非同小可呀。大夫说我已经复原，很快就能再怀上了。但是唯有生儿子才能够锁住皇太极的心，才能够保住科尔沁的地位。我知道。部落长决定再好好找找。没有记错。哎，难道是有贼呀？说着就把玉莲喊出来当面对质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玉莲自然是矢口否认。是不是那天您让我送去李家的那块布料啊？我疯了！我干嘛叫你把布料送到李家？李家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您说那块布料是李世林给他妈的？大小姐真不要脸，竟然想小三上位拆散我姐姐和姐夫。那你去发布会上搞搞清楚，谁在勾引你姐夫？我姐可是才华横溢的新锐设计师 Penny， 他们不仅是合法夫妻，在工作上也很合拍。生了哥哥，恭喜福晋，是位格格。一听又是个女儿，大福晋失望之极。原来女人一连接着生了3个女儿，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，嫁给大金的韩王后，却一直生不出儿子。眼看大福晋年岁已高，他一定要为自己、为科尔沁生出一个阿哥来稳固地位。皇太极得知哲哲再度遇袭，很是开心，承诺这次如果能生出个皇子，以后就将韩威传给他。哲哲寻遍了名医诊脉，都说这胎一定是个男孩，可不料最终生出来的依旧是个女孩。皇太极以为哲哲生了男孩，急着前来探望。怎么样，生了吧？是儿子吧？啊？不想让他失望，决定和他一起回去。夫妻俩终于还是学会相互体谅对方。
于伟学会包容玉莲的过去，玉莲学会照顾于伟的心情。刚进门，玉莲看到他哥，立马跑过去，而于妈则是看见儿子脸上的伤，误以为是他又和李世林打架，反过来就指责玉莲：“你这个骚货！哎，你说，李世林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么好的公婆和丈夫，你还要去招惹李家？你的心让狗给吃了！我没有，你还狡辩！”就已经昏迷不醒，但他爹却坚持要他去洞房，于是他便被抬进了婚房。还有气儿吗？有气儿。丫鬟们把柿子扔到床上，然后就拉着江玉箫的丫鬟红玉离开了。江玉箫趁李书白昏迷之际，想要借机杀了他，可偏偏这个时候李书白醒了，江玉箫就赶紧收起自己的刀。李书白抬头一看，眼前的这人竟是3年前他救下的女人。3年前，江玉箫在一次刺杀任务中中了别人的埋伏，幸好在危急关头李书白出手救下了他。这迷金散药性太强，总不能扔下你不管吧？于是便抱着他离开了。而此时江玉箫只迷迷糊糊闻到了他身上的一股香味，并未看清他的脸。李书白给江玉箫运功逼出迷金散后，江玉箫就倒在了他的怀里。这时江玉箫脸上的面纱突然掉了下来，李书白见他快醒了，就赶紧把他放在地上，然后悄悄离开了。等江玉箫醒来的时候，却不知是何人救了他。李书白认出他后，下车走到后备箱，拿出了千斤顶和备胎，装作要换轮胎的样子。因为今天天气预报会下大雨，丈母娘肯定不舍得他淋雨，所以当他出来撑伞时，便是自己的机会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天空就开始下起了大雨。丈母娘不忍心看到女婿在外面淋雨，毕竟是来接自己的，万一淋雨再生个病。科尔沁的女人生不了儿子，只会生美女，一连3胎不都是女儿吗？并让纯福晋这次一定要生个儿子出来，将哲哲大福晋的位置抢过来。虽然哲哲听到了所有谈话的内容，但是也只能假装没听见，然后微笑着恭贺纯福晋。此时工人们送来了皇太极的赏赐，福晋们好奇地打开最大的盒子，里面居然是一座做工精致的送子观音。福晋们故意表示定然是皇太极，也希望纯福晋可以早日生下儿子。再也受不得屈辱的哲哲黯然地离开了。科尔沁部落长得知妹妹又生了个女孩，也很忧心，因为哲哲身上男子嫌自己要成亲的对象太丑，就在成亲当日逃婚了，还在路上遭人暗算出了意外，不小心撞到了脑袋。而另一边在新房里等着他的新娘，竟是个貌美如花的女子，但她却不是真正的新娘江玉箫，真正的新娘早就跟别人私奔了，并且还是他帮的忙。他是星月楼的杀手巨资，他的任务就是在1月之内杀了这名男子。男子是平南侯世子李书柏，他被找回来的时候定在皇太极身边再安插一人，而这个人选正是哲哲的亲侄女大玉儿。哲哲一想到要跟侄女共侍一夫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一想到后宫纯福晋再度遇袭，担心纯福晋会威胁他的地位，为了科尔沁的未来，哲哲不得不想办法将大玉儿引进入宫。吴克善趁机炫耀妹妹一番，称大玉儿出生之时，有一个道士给他算过命，他以后定会母仪天下。这句话让皇太极不由得深思起来，内心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把大玉儿收入后宫。恰巧此时哲哲主动要求，希望大玉儿能入宫，这番话可正中皇太极下怀。事后如何，我们下集见。你说什么 ？Penny 就是盛年？我告诉你，我姐姐已经怀了我姐夫的孩子，你别想横刀夺爱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姐姐已经怀上了傅彦辰的孩子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上位了。本以为妹妹是替他出一口恶气，没想到却另有目的。聪明的人想得到什么，从来不用自己动手。姐姐，我倒要看看你保不保得住傅彦辰的孩子。果不其然，员工集体上门讨要说法。二是他爸远在日本，世林被埋在矿下，当下李家愣是找不到一个男丁主持大局。一通电话后，得知所有人都被救了出来，还没等他们高兴，噩耗传来，世林头部受到重创，有很大概率成为植物人。巧芳痛不欲生，一下瘫软在地。没有世林，他就像一条断了线的风筝，无法飞翔。正当看望世林之际，患者家属又集体上门声讨，原来是几个员工经救治，已无力回天。冷静一下啊！冷静一下！情急之下，世林他妈下跪道歉，家属们才同意缓和几天。见事情处理的差不多，于伟让玉莲留下来照顾世林，说着自己就要走。玉莲不是哥哥。得知第3胎又是个女孩后，顿时失望，对哲哲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变，一刻都没停留就转身离开了。他就这样走了，连看一眼都没有。几天后，众福晋一起给哲哲贺喜，明面上说着祝贺，但话里话外都在嘲讽哲哲生不出儿子。此时纯福晋派人送来贺礼，他的宫女兰灵儿表示自家主子发现有喜了，
所以皇太极现在正陪他用膳呢。心中一阵酸楚涌上心头，但哲哲还是强颜欢笑的让丫鬟准备厚礼送去。次日，哲哲也前去恭贺纯福晋，却在门外听见几位福晋对他的嘲笑，上背负的是整个科尔沁的未来。对不起，哥哥，都怪我生不了儿子。此事非同小可呀。大夫说我已经复原，很快就能再怀上了。但是唯有生儿子，才能够锁住皇太极的心，才能够保住科尔沁的地位。我知道。部落长决定在皇太极身边再安插一人，而这个人选正是哲哲的亲侄女大玉儿。哲哲一想到要跟侄女共侍一夫，心灵的鱼霸瞬间明白明辉的用意，在两人一唱一和之下把玉莲支走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明辉一肚子坏水，但关键时刻还真靠得住。我刚刚打你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打我还说为我好，你当我是傻了呀？你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，玉伟她又受了伤，你婆婆能跟你善罢甘休吗？与其让她欺负你，倒不如由我来教训你来的好啊。只有这样，她会回去，婆婆才不会打她。而巧芳这边家属又一次找上门，出于无奈，他们3个女丁协商赔偿，奈何家属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这打算赖上我？该给你的1分都不会少。不该惦记的东西，趁早打消心思。